新房装修，为什么大家对于客厅装修会格外重视？因为客厅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，同时也是会客和休闲的主要区域。不可否认，茶几作为曾经家庭中标配的家具之一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但现如今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客厅装修设计上都舍弃了茶几呢？在我看来，客厅放与不放茶几，两者入住后的家居体验差别实在太大了。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关于摆放茶几的那些事。一、客厅为什么要摆放茶几？传统观念，特别是在老一辈的眼中，在装修上还保留传统观念，他们会觉得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这个三件套的组合本就是客厅该有的样子。直到现在，大部分人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装修设计，甚至感觉缺少任何一件客厅都是不完整的。二、功能需求，茶几从名字上不难看出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性。比如南方人习惯了把它当作喝茶待客的地方，北方人甚至把它当成餐桌，一家人围坐在茶几旁，边吃饭边聊天。所以说，在国人的心目中，茶几不仅是一件家具，也是家人和朋友维系情感的纽带。除此之外，茶几还可以用来收纳储物，比如放置一些遥控器、水杯、小零食等杂物。二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要茶几？太占地方。虽然茶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必须要承认，它确实很占地方，这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大的地方。尤其是对于小户型客厅来说，十分不友好。很多人吐槽，客厅不摆家具还好，摆上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之后，整个客厅瞬间变得非常狭窄，且显得空间更加拥挤。别说美观性了，就连过个人都非常的困难。二、增加家务量。之前也提到，茶几虽说可承担部分收纳功能，但一旦有了茶几，家里人就会不自觉地乱放东西。时间一长，上面会堆满水杯、零食、杂志，还有一些小物件，基本上就变成了家里杂物的聚集地。这种情况下，不仅会影响家里的干净整洁度，还会影响客厅的颜值，同时也成为了家里清洁卫生的重灾区，无形中增加了家务量，收拾起来也相当麻烦。三、活动空间受限。传统的茶几几乎占据了客厅的大半个空间，占地方又不好移动，而且还大大的降低了客厅的活动空间。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，一般这个区域会成为小朋友平时玩耍的主战场。小孩子天生就好动，很喜欢在客厅里跑来跑去，这个时候客厅中间的大茶几势必会成为最大的障碍。而且大多数的茶几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，会有尖锐的棱角，对小朋友来说很容易造成磕碰受伤。所以这也是很多有宝宝的家庭舍弃茶几的主要原因，为了就是来杜绝不必要的安全隐患。三、客厅不放茶几有哪些装修建议？边机或圆桌代替茶几。其实如果客厅不放茶几，完全可以用沙发边机、小圆桌或小推车等小型家具品来替代茶几的收纳功能。与传统笨重的大茶几相比，它们不仅造型轻盈简洁，而且方便移动，使用灵活性高，既可以满足遥控器、纸巾盒等小物件的收纳需求，同时还能给客厅腾出更多的活动空间。二、地毯加沙发的组合，舍弃茶几，客厅中间只铺地毯。这样的设计不仅会让客厅空间变得更宽敞，而且也能收获更多的活动空间。比如年轻人可以坐在地毯上追剧看电影，如果平时好友来做客，也可以围坐在地毯上打牌聊天。有小孩子的家庭，中间没有了茶几的阻碍，也能肆无忌惮地攀爬跑动，没有磕碰的危险。而且空间如果变得宽敞了，父母也方便陪同孩子游戏玩耍，更有利于增进亲子间的感情。三、靠墙放书柜或矮柜。客厅不放茶几，也可以靠墙设计书柜或者矮柜。一方面，靠墙做边柜不占空间，还充当收纳储物功能，把平时不常用到的东西转移到边柜里，这样会让客厅变得更加干净整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靠墙做书柜设计，这样拿取书籍也更方便，父母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，培养孩子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的习惯。写在最后，总结一下，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放茶几？这么说吧，以前的茶几，它一方面可以用来接待客人，一方面还是家里娱乐的地方。但是反观现在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家里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客人，即便是有茶几，大多数也是摆设。而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强大，客厅的娱乐功能也日渐弱化，所以也就失去了茶几存在的意义。最后，小东也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家里在装修，你还会选择客厅放茶几吗？
客厅区域是家庭的活动中心，也是一个家的门面。一套房子装修的好不好，客厅占了很大的比重。装修的时候的确要花更多精力在客厅的设计布置上，但是对于装修新人来说，也是最容易踩坑和多花冤枉钱的地方。有些东西其实根本没必要装，就算装了也是又贵又鸡肋。建议大家若在买房子装修，客厅一定坚持9不装原则，不是误导各位，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。一、不装落地式鞋柜，当初选择做了落地式的鞋柜，本来想着顶天立地的设计，看起来更加大气，而且没有卫生死角，打理卫生更方便。结果每次出门或回家换鞋的时候，都得频繁开门，时间一长觉得太麻烦了，就干脆堆在门口，乱的不行。小东建议，如果你平时不够勤快，不如把鞋柜底下做成悬空的，预留15到20公分，进出换鞋比较方便，入门处也会看着也会更加整洁。另外，鞋柜内部设计建议做可活动的隔板，这样可以能够储存更多不同尺寸的鞋子。2、不装瓷砖拨导线，后悔客厅跟风做了瓷砖拨导线。当初想着客厅毕竟算是家里的门面，尽量装的有点档次，等装完才发现这个东西并不适合小户型，费工费料不说，关键是摆放上家具基本上挡住了一大截，浪费钱还土里土气的。小东建议，越花俏的设计越容易过时，时间一久还会造成审美疲劳。建议客厅直接瓷砖通铺，空间显得更大，省钱是一方面，关键也更美观耐看。3、不装复杂的电视背景墙，网上各种别人家的悬空背景墙，对新人装修来说诱惑不小。当初我家也花了8000多，跟风做了岩板背景墙，气派是气派，但也确实烧钱。刚装好的时候还觉得好看，但现在或多或少有些审美疲劳了。而且这种复杂的电视背景墙真的太容易过时了，过几年不喜欢了，想换都麻烦。小东建议，现在在家里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建议真不如简单刷一个乳胶漆，侧面可以选择做个收纳柜，或者做一排实用性更强的悬空抽屉柜，把省下的钱升级个大一点的投影，晚上窗帘一拉，它就可以变身电影院，不但实用性更强，而且还不易过时。4、不装开放式柜体，不要做没有门的开放式隔断柜，这种设计我只能说谁做谁踩雷。你在实体店里觉得好看，那是因为人家店里打了灯光，而且放了装饰品，而真正装到你家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杂货架，平常积灰很严重，打扫起来超级麻烦，除非你请人打扫，不然自己来可能会累瘫。小东建议，如果柜子全做成封闭式的，可能会觉得太闷的话，建议采用藏8路2设计，即80%做成带门的，20%做成开放式的，这样既能体现出效果，又能方便日后打理卫生。5、不装真皮沙发，真皮沙发虽说档次高，质感确实也不错，但缺点就是不抗造，尤其是家里有熊孩子或者养宠物的，很容易就被划坏，破了维修也很难。而且皮沙发冬天冷冰冰的，夏天又粘人，关键是价格也不便宜，优质的皮沙发至少在5位数以上。小东建议，再好的真皮沙发也需要定期保养，而且时间长了还是会被磨坏的。建议不如选布艺沙发，性价比高，3、4千元就能买个不错的款式，而且方便拆洗，用几年坏了也不会很心疼。如果实在喜欢皮沙发的质感，可以考虑科技布材质，性价比更高。6、不装木地板，木地板脚感舒适，尤其是对于小户型来说，确实比较温馨。但是客厅是咱们活动的最主要空间，木地板的硬度和耐磨度都不如瓷砖，时间一长很容易产生划痕。另外，木制品还有湿胀干缩的特性，受潮还会发生变形起拱，后期维修更换都非常麻烦。小东建议大家客厅首选铺瓷砖，无论是耐磨性还是环保性，都比木地板好得多，关键是还容易清理，也不用保养，非常省心。7、不装灯带，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是被装修设计师哄着装了这个东西的，灯带本身是为了烘托氛围的，如果你装了经常用也就算了，关键是平时总不开，时间长还积灰，像我家从装完到它坏也没开过几次，纯属浪费钱。其实客厅装了主灯，真心用不着这个东西了，还有射灯也一样。小东建议，如果你要做现在很流行的无主灯的设计，还可以考虑用到灯带和射灯，但是建议务必要找灯光设计师做专业规划，因为做好了就是给装修增光添彩，否则就是画蛇添足，多余浪费钱，还容易翻车。
8. 不装硅藻泥。很多商家宣称硅藻泥能够除甲醛，为了装修环保、家人健康，很多人交了智商税。虽说这些材料的确能吸附甲醛，但能力实在有限，饱和后还会释放出来，反而增加了甲醛的挥发时间。最关键是凹凸不平的质感，装饰效果一般不说，还特别不耐脏。小东建议，硅藻泥这类材料本身没有行业规范，大部分以小牌子为主，材料和人工成本还很高，建议不如用乳胶漆，性价比高，颜色选择多样且环保，价格也更经济实惠。如果觉得装饰效果太单一，可以局部选择用墙布点缀。9. 不装复杂的吊顶。老一辈装修房子基本都要做吊顶，那时候讲究无吊顶不装修，而且还要做那种很复杂的夹层吊顶才显气派。但现在都2023年了，需要吊顶用来装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装修更讲究轻装修、重装饰，越复杂的东西越不提倡。而且现在的住宅层高基本不高，做吊顶很容易压层高，显空间压抑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家里安装了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，必须做吊顶的话，也建议选择局部做边吊即可。反之，真不需要做吊顶，积灰还浪费钱，不如直接做个石膏线，后期软装搭配好，效果一样不会差。结语：总之，装修除了好看更要耐看，往往简约的最能经得起时间考验。在满足颜值的基础上，更重要的是以实用为主，切记不要盲目跟风。与其说流行的是最好的，不如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客厅对于一个家而言，既是门面担当，也是家庭的活动中心区域。房子装修能否显好，客厅是占很大比例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更多的心思在这个区域上面。本期根据小编过来人的装修经验，为大家总结客厅的8步装，不是胡说八道，都是经验教训。1. 瓷砖波导线布装前几年特别流行欧式风格和美式风格，所以客厅瓷砖都加了波导线设计。原因是波导线更能凸显欧式美式风格的装修效果，但是目前来看真的土到不行，而且波导线把空间分隔得更小了，特别不适合小户型。费钱不说，家具放置好还挡上一大截，真的是越流行的东西淘汰越快。小编建议家里基础装修的主材越简单越好，选择统一颜色的瓷砖通铺，空间也显得更大，审美角度上也越长久越耐看。2. 落地式鞋柜布装。说到落地式鞋柜，那真是吃了不懂生活的亏。当初装房子的时候，设计师给设计的这种顶天立地式鞋柜，看起来很简约大气，又没有卫生死角，好打理卫生。但是入住后，每次回家进门换鞋都需要开关鞋柜，出门的时候再从鞋柜里把鞋拿出来，后期真的懒得收和拿了，鞋一脱直接堆在门口，显乱的不得了。小编建议把鞋柜底下做成悬空15至20公分的，进出换鞋更方便，也显得立正很多。其次，鞋柜内部也要根据自己鞋子的尺寸预留好高度，最好做成可调节可活动的隔板。另外，柜子中间位置做留空，可放置包包和钥匙，最好再加个隐形灯带，效果更好。3. 壁纸布装。当初装修的欧式风格，选择的是表面带纹理感的壁纸，整体效果在当时也确实可以称得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了。但是使用了几年后，壁纸的弊端也渐渐显露，比如壁纸接缝处有明显的开缝和起翘的情况，后期甚至出现了大面积脱落的现象，非常闹心。小编建议可以选择乳胶漆和壁布代替壁纸，乳胶漆性价比高，环保也好，壁布更显高档，而且对墙面开裂也有一定的抑制效果。4. 复杂的吊顶布装。早些年装修的时候，大多数家庭都选择做吊顶设计，而且客厅的吊顶设计也是整个装修设计里的重中之重。那些层次复杂、造型繁琐的吊顶设计，也让整体风格看起来更显气派。但是现在的住房普遍层高不高，复杂的吊顶设计就会显得空间很压抑。而且当下流行的是极简风、侘寂风，家居设计也趋向于简单化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繁从简的设计，复杂的吊顶就是其中之一。小编建议，除去做中央空调的家庭，建议做平顶吊顶和简单的石膏线吊顶，干净利落还不积灰。5. 过于复杂的背景墙布装。当初在选择背景墙设计的时候，小编真是下了一番苦功，在网上找图看，网友分享，最后为了效果咬牙选择了岩板配格栅的设计，呈现的效果也确实很大气，但也挺费钱。入住后虽然觉得很好看，但是经不住审美疲劳，而且复杂的背景墙过时的也快，并且这种设计也占用空间，不太适合客厅小的户型。
后期想换，估计也舍不得当初花的钱。小编建议，当下人们下班回家后，基本都不看电视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刷手机，所以简单的刷个乳胶漆，再配个悬空电视柜。想要储物空间多，还可以在边上加上一组柜子。这种设计既不占用空间，还实用，同时又好打理卫生。6. L 型沙发布装。说到选沙发，当初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要更舒服的葛优躺瘫在上面，所以选择了 L 型沙发。但是 L 型沙发实在太占地方了，本来客厅就不算大，沙发进来之后更显小了，感觉堵得慌，而且效果也显得很死板。小编建议小户型客厅，特别是3口之家的家庭，建议首选直排沙发，让客厅显着宽敞明亮。想要休息，也可以在旁边配个按摩椅，在上面看书玩手机也更舒适。7. 开放式柜体布装。真心奉劝大家，真的不要做开放式柜体，谁做谁后悔。当初看电视剧里都是开放式柜体，里面放上书和装饰品，看起来很有格调，但是真正使用起来，那叫一个难打理，让人欲哭无泪。首先，小编我不是一个勤快人，其次，开放式柜体积灰严重，打扫卫生非常麻烦，平时打扫还需要把东西拿出来一个一个擦，然后再把东西摆回去，非常累。小编建议做带柜门的封闭式柜子，如果觉得闷的话，也可以按柜体面积80%做封闭，20%做开放，极出效果又好打理卫生。8. 水晶吊灯布装。水晶吊灯的缺点，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用过的人都知道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打理超级费劲，特别是造型越复杂的水晶灯，越是难打理，而且你不擦的话，还会影响照明亮度，并且水晶灯配件过多，故障率也高。除此之外，水晶灯普遍过重，还有掉落的风险。小编建议，现在流行的现代简约或极简装修风格，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都选择无主灯设计，灯光有层次，更显高级温馨。即使选主灯，小编也建议选款式设计简单的吸顶灯或线形灯，不仅灯光照明亮度高，而且往后的生活中也方便打理卫生。总结一下，总而言之，家装设计除了要好看，也要讲究实用性。事实也证明，越简单越长久，不要盲目跟风。与其说装修紧跟流行趋势，不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。新房装修是一件极其繁琐和让人心力交瘁的事情，就拿阳台和客厅之间打通的好，还是装推拉门好这件事来说，就会让很多业主纠结。毕竟装修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决定，都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。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说说阳台装和布装推拉门的优点和劣势，给还未装修的朋友做一个参考。1. 阳台和客厅打通的利与弊。先说一下，我接触到的身边的亲戚朋友，还是选择布装推拉门这个方案的比较多，主要也是因为以下几方面优点。布装推拉门的优点： 1. 空间更宽敞，布装推拉门，客厅与阳台能够通为一体，从视觉上看，相当于阳台也是客厅的一部分，明显让空间变得更宽敞。特别是没有了推拉门的阻碍，可以将客厅瓷砖通铺到阳台，视觉上也有了延展性，能使客厅显得更加宽敞明亮。2. 采光更充足。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，因为没有推拉门的屏障，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到客厅里，室内的采光会更加充足，而且通风性也有明显的提升，尤其是一些小户型或采光不好的户型，打通阳台是个不错的选择。3. 阳台功能更丰富。客厅与阳台打通后，相当于阳台也成为了客厅的一部分，功能上等于有了更多的选择，比如可以改造成书房、健身区、休闲区、茶室等等，改造的局限性小了，使用效率也更高了。布装推拉门的劣势，当然了，装修的每一项决定都没有绝对的优点，有优点就会有劣势，布装推拉门也有以下几点不足的地方。1. 室内温差变大。布装推拉门相当于阳台与客厅之间少了一堵墙，室内的温差会变大，尤其是住在北方地区的住宅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冬天冷，夏天凉。夏季室内的温度会比平常高出2至3度，而冬季又会低2至3度。另外，如果夏天用空调的话，因为制冷面积增大，日常的耗电量也会增加。2. 阳台晾晒衣物显乱。没有推拉门这道屏障，无论是在阳台晾晒衣物，还是堆放杂物，都会尽收眼底。尤其是家里来了客人，一眼就能看到阳台，毫无隐私性。此时，如果阳台非常杂乱，或者还是晾晒去，就会显得很尴尬。一点小建议，如果考虑打通阳台的家庭，建议购置一台独立的烘干机来解决衣物晾晒问题。3. 噪音增大。
阳台不装推拉门，尤其是临马路的住宅，室内的噪音会有明显提升，因为推拉门本身是有隔音隔热的特性，没有了这道屏障，客厅的噪音声会增大。另外，如果阳台放置洗衣机和烘干机，那么工作时的噪音也会对客厅有一定的影响。一点小建议，对于临街或闹市区住宅，如果考虑打通阳台，建议封阳台最好用3层中空的断桥铝窗，对室内隔音效果会更好。2. 阳台和客厅之间装推拉门的利与弊。再说一下，装上推拉门有哪些优势和劣势？其实，安装推拉门是装修中默认的做法，因为很多新的住宅在交付时，开发商就已经安装好的隔断门。安装推拉门的优势： 1. 空间独立。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阳台就是晾衣服、堆放杂物、养花种草的区域。阳台与客厅之间有推拉门，可以很好的分割为相互独立的2个区域，空间功能更加独立。2. 隔音效果好。客厅和阳台之间装上推拉门，相当于多了一道屏障，更有利于将室外的噪音隔绝，特别是对噪音很敏感的家庭，那么安装推拉门是很有必要的。此时再加上阳台的窗户，等于起到了双层隔绝噪音的效果。3. 保温隔热效果好。阳台与客厅之间有个隔断门，相当于多了一道保温墙，自然对于室内的温度也有了明显的提升，等于在保暖隔热上也多了一层保护。这2点也是最实用的优势，所以很多住在北方地区的住宅选择安装推拉门的根本原因。4. 防尘效果好。客厅与阳台之间安装推拉门，对于住在高层住宅的用户还有一点好处，就是阳台平时开窗通风时，关闭推拉门可以避免大量的灰尘涌入室内。5. 安全性高。装上推拉门，相当于给阳台加了一道安全门，对于有小孩子和养宠物的家庭来说，可以防止日常玩耍时跑到阳台上不小心发生意外。安装推拉门劣势，可以说安装推拉门的优点很多，为什么很多人还是选择拆除推拉门呢？当然也是有它的不足之处，比如下面说的这几个方面。 1. 空间显小。对于寸土寸金的小户型来说，装上推拉门，从视觉上来看，确实会让空间显得更狭小，同时也会影响室内的通风和采光。2. 加大装修成本。装上推拉门必然会增加一定的装修成本，就市场价来说，质量说得过去的推拉门一套下来，通常也得花费大几千。虽说现在新房交付时，大部分住宅开发商通常会把阳台推拉门安装好，但质量好坏就不好说了。如果打算拆除再重新定做的话，那费用更是翻倍。3. 清洁问题。安装上了推拉门，必然会产生日常清洁问题，特别是有些推拉门下面还有突出的轨道，时间一长特别容易积灰积头发，很容易形成卫生死角。另外，推拉门的玻璃平时也容易积灰沾手液，无疑是给日常生活增加了家务量。总结一下，回到主题，到底是客厅与阳台打通好，还是安装推拉门好？其实对于这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，通过上面的分析，大家也会发现，无论是哪种方案，都有它的优点以及缺点，所以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住宅需求以及生活习惯来决定。比如户型比较小的住宅，或者是室内采光不好的住宅，就比较适合把阳台打通。那如果是临街，或者是冬天比较冷的地区，更适合安装推拉门。那你家的阳台会怎么做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说说你的想法。别以为网上流行的东西都是好的，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10几年了，劝大家装修切记别盲目跟风，不然很容易踩坑和多花冤枉钱。本期就给大家分享，只有装修完入住后才能体会到翻车的5个客厅设计，能劝一个是一个。1. 灰色地砖。灰色地砖加亮面带花纹加无主灯等于翻车现场。要我说，灰色瓷砖就是最丑的地砖，没有之一。好不好看真的全凭运气，特别是灰色带纹理的那种，因为人家店面是全天开灯，再搭配射灯，就会显得既高级又漂亮，就和开了美颜和滤镜一样。等你铺到家里，没了灯光和重点照明，不仅丑还会显压抑。网友反馈，网友遇见曾经一度迷恋的瓷砖颜色，就想问问大家，咱家这个深灰地砖有没有水泥地的感觉？超级不开心。网友我是苏呀，商家极力推荐的深灰色瓷砖，说是流行还是亮光的。等入住后真的傻眼了，大白天房子里也是黑乎乎的，不开灯根本不习惯，一开灯反射的灯光又非常刺眼，无比郁闷。小东建议，这2年流行的灰色真心丑，一定要用灰色地砖的话，建议选那种暖灰或者灰嘎色的柔光砖，没有纹理的效果还会好一些。2. 悬空电视柜。如果我说做悬空电视柜，
就是智商税，相信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。但是做悬空电视柜，为了它的稳固性，又是钢结构，又是穿墙螺丝的，工程量不小，钱也不少花，掉是掉不下来了。但是时间一长，下坠、变形和缝隙，这些你能接受得了吗？到时候出现这种情况，你也只能被迫将就着用，因为你不可能取下来，又维修不了。另外，那种直角边，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，还容易磕碰，有安全隐患。网友反馈，网友紫苏小叶入住3个月，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我家的悬空电视柜开始下坠了，真的要引以为戒，不要抱着侥幸心理。奉劝大家，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还是踏踏实实的选择落地电视柜吧。小东建议，悬空电视柜确实高级，好打理卫生，但如果是非承重墙，千万别去尝试，下坠变形是迟早的事，建议还是选择成品柜或落地柜。3. 科技布沙发，科技布沙发既有真皮的质感，还有布艺的透气，不知道这句营销口号忽悠了多少人，甚至现在有些大品牌的科技布沙发敢卖到上万元，但是你没真正用过的话，根本不知道它真正的缺点。这种材料它的磨损程度不高，用一段时间就会起皮掉渣，关键是它还不耐脏，特别难清理，真的越用越丑。不管你买的是多大的牌子，花多贵的钱都是一样的。网友反馈，网友是山不是善，听劝家里有孩子的真的不要买科技布，特别容易脏，根本没有说的那么好打理。家里有2个娃，吃点东西不洗手，一摸一个印子，好崩溃。网友家有3宝，所谓的3防面料，别听他吹，根本不可能。我家刚买时，布是平的、光滑的，现在是毛茸茸的一层，算是防刮吗？防水也不存在，刷沙发的时候也是湿的，防污就更不可能了，有些污渍根本去不掉，泛黑污渍又泛一层白，很差劲。小东建议，预算低的建议首选布艺或棉麻材质，3、4千元就能买到品质不错的牌子货，舒适性又高，还好打理，关键是不用担心掉皮的问题。4. 网红色乳胶漆，我承认乳胶漆环保、好看又省钱，颜色有上百种，能满足不同的风格需求，自然是墙面装饰的最佳选择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现实中跟风刷网红色乳胶漆翻车的确实不在少数，特别流行的什么奶嘎、汝窑色、杏子灰，不是颜色翻车，就是磕碰后难修补，越补越丑。抛开名字不说，其实这些网红色号大部分都是白漆加色浆调出来的颜色，后期还存在褪色发黄的情况。网友反馈，网友王姑娘的家一直以为杏子灰是灰色的，刷完会很低调高级，没想到黄到怀疑人生，实际肉眼看比图片还黄，哭死的心都有了。网友古月，装修前翻阅了无数装修案例后，决定主卧全刷奶嘎色，等上墙后瞬间不开心了。这一点不是我想要的奶嘎那种温温柔柔的感觉，看着一屋子土黄，以后在这屋估计是睡不着觉了。小东建议，你看别人家刷完的效果好看又百搭，那是因为有滤镜加持，而且拍照手机也会有色差，其实真实效果会跟你心里想的偏差很大，不想踩坑的就刷白色，简单又大气。5. 阳台隐形晾衣架，我真的不能理解，为啥现在那么多人会在阳台做隐形晾衣架？这东西就是自欺欺人的产品，衣架能隐藏，可衣服藏不住啊。但凡有过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家里几乎是天天晒衣服，隐不隐形有啥用？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追求美观和流行，千万别装，它的最终宿命只有2种，一种是永远不会往下放，一种就是放下来基本上不会往上升了，而且这东西一旦坏了，只能拆吊顶维修，麻烦得很。网友反馈，网友小梦家，等你实际入住以后，就会发现真的和网友说的一样，衣服基本上都是挂的状态，隐不隐形根本无所谓，没必要花大价钱去交智商税。小东建议，记住，家装实用才是王道，隐形晾衣架虽然好看，但不实用，一定要装的，也切记要预留检修口，或者选择蜂窝大板做吊顶。本期分享的5个客厅设计虽然流行，但并不一定适合你，盲目照抄作业很容易踩坑翻车，希望大家在装修时也要慎重选择，避免装修效果不尽人意，多花冤枉钱。装修不怕过时，就怕翻车，只有入住后才能体会到翻车的9个客厅设计。小东在装修行业做了20年，装过上百套房子，但凡身边只要有人盲目跟风的，我都给劝住了。别天天刷视频，看见那些自装博主都这么说，你就傻乎乎的照做，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背后被充值了多少钱。1. 不做假通铺，地面通铺瓷砖不仅颜值高，而且显大气。真正的通铺是全屋统一排版后的一缝到底，即便有小窄条，也是藏在家具遮挡处或者是边角不起眼的地方。
这样铺出来的地方才完美。其他像什么客餐厅都是一种瓷砖，把同样的地砖当过门石啥的都是假通铺，千万别被忽悠了。2. 不铺灰色地砖，灰色地砖就是最丑的地砖，不接受反驳。尤其是深灰色的亮光砖，好不好看你全凭运气。你在瓷砖店面之所以看着高级，那是因为有灯光加了美颜滤镜，等真正铺到你家里是显暗又压抑，而且不耐脏。一定要用灰色就选浅灰素色砖，不挑楼层，不挑采光，基本不会翻车。3. 不装复杂电视背景墙，电视背景墙越复杂，过时越快。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墙，3年前的岩板木格栅，现在再看是不是又土喽？而且客厅电视越来越大，85寸上墙后还能露出多少背景墙？不如把钱省下来花在软装上，一株好看的绿植或落地灯也能营造出高级感。4. 不装小山丘射灯，别轻易跟风装小山丘射灯，因为入住后你会发根本实现不了网上美图的效果，心心念念的小山丘全部变成妊娠纹了。你压根不知道射灯照射的地方，前期需要叮嘱油工，一定得把墙面打磨平整，还得用200度大灯泡子照射墙面，再细致的打磨几遍，最后再去刷漆，不然就算你买5000块钱一桶的乳胶漆也是白搭，墙面照样得是大波浪。5. 不装科技布沙发，有人说科技布沙发防刮、防水还防污，我劝你听听就算了，这玩意谁用谁后悔。如果预算不高，还想要舒服，就买布艺的，款式选择多，透气性还好。条件上来了，你就买个真皮的，档次高还好打理，款式一定要选直排的，没有贵妃位的客厅就是宽敞显大。6. 不装悬空电视柜，我承认电视柜做悬空确实简洁大气，但安装悬空电视柜，要么用钢架结构，要么用穿墙螺丝固定，掉是掉不下来了。但是时间久了，柜子下坠和墙面的缝隙，你能接受吗？而且悬空电视柜大多是直角边，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还有磕碰的安全隐患，不如老老实实做个落地柜，颜值也不差，一样没有卫生死角，关键是不用整天提心吊胆。7. 不刷网红色乳胶漆，这么说吧，但凡是跟风做网红色乳胶漆的，10家有8家后悔的。别管它是什么乳窑、杏子灰、可可蛋奶，也就是新鲜1年，第2年不是褪色就是磕碰，越住越难看。别看它名字起得很高级，实际上不就是深灰、浅灰和冷灰吗？都是白色加上色浆调出来的，太阳越晒颜色越浅。想要不翻车，就刷大白墙，软装一上，照样显高级。8. 不做无主灯，如果你家不是别墅或是2.8米层高以上的大平层，就别跟风做去无主灯。先不说花钱多少，关键是吊完大平顶，铺完地砖，层高不足2.5米，那住进去能不压抑吗？而且无主灯灯光整体偏暗，虽说氛围感和情调是有了，但普通家庭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常态，照明灯光不舒适，就这一点还不够劝退你的理由吗？ 9. 不装反光灯槽，我是真不能理解，家里既不装中央空调，又没有管道需要隐藏的，为啥非要做个反光灯槽吊顶？时间一长，这反光灯槽子里要么就是落灰，要么就是有小虫子，这不就是给自己找家务活吗？想要不落灰还好看，就把反光灯槽换成双眼皮吊顶，加上一圈线性灯，记住一定要和窗帘合作一样的高度，这样做高级感十足，省钱大气，还不容易过时。